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小时候大家都比较调皮，经常和朋友们、伙伴们打打闹闹的。和同学打闹的时候，难免会出现了磕磕碰碰，就会有的小朋友流鼻血。大家在小的时候流鼻血，是不是家长、老师总会让我们把头先仰起来，再用纸巾把我们的鼻子塞住，慢慢的鼻血就能够止住。流鼻血之后仰头做法已经深刻的到我们大脑里面，我们坚守了很多年的习惯就一定是正确的吗？流鼻血到今天我们该如何的去做止血？到底是仰头还是低头？今天为大家揭晓答案。第一种止血的方法就是局部的压迫止血，我们用手指压迫，从而能够达到了止血的目的。鼻出血80%以上的都在是鼻腔的前下方，用拇指及食指紧捏两侧的鼻翼，直接压迫了10分钟。大部分的病人可以以此种方法简单的止血。如果说压迫了超过10分钟之后，血仍然未止住，可能代表着严重的出血或者其他的问题存在，此时需要用到我们医院进一步检查和处理的。第二个止血的方法就是冰敷法，我们可以用冰水或者是冰块浸润，雪糕都能够应急，或者是纸巾、手帕敷在鼻子上面，整个我们的鼻子、额头、后颈也能够用冰敷，反反复复的，可以收缩血管，减少出血的。第三个方法，鼻腔填充法。若身边有干净的棉球或者纱布，可以将其适当的折叠，轻轻的塞入出血的鼻腔。填塞时不要太过深，也不能太过紧，以免鼻腔受到损伤。塞入之后稍作按压，能够起到压迫止血的作用。一般按压鼻翼止血效果不佳，可以辅助止血，但是不宜长时间的填塞，以免引起了鼻腔的感染，其他的不适。出血减少之后，要及时的取出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啦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发着小手帮我点个小关注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鼻部出血可能是很多原因引起的，了解这些原因，采取有针对性的适当措施处理比较重要。今天再来说一说，讲一讲我们关于流鼻血的一些小知识，可能会导致鼻子爱出血的5大因素。一、生理的特点，小儿的鼻黏膜相对于成年人比较娇弱而且薄脆，毛细血管比较丰富，这种特性的使得儿童的鼻腔容易受到外界的环境、细菌、病毒、灰尘刺激的感染。二、不良的习惯，一些孩子可能养成了挖鼻孔的不良习惯。幼儿的鼻中隔前毛细血管、中隔动脉静脉交汇处离市区，血管非常的丰富，而且皮肤薄。孩子的手指又细，指尖的指甲又硬，不经常修指甲，频繁的抠一下鼻子，容易造成了鼻腔黏膜的损伤的，进而引发了出血。三、季节的特点，气候炎热干燥的季节，加上了室内经常开空调，也容易导致我们的空气过于干燥，引起了鼻腔黏膜的干燥，使鼻腔内的毛细血管变得比较脆弱，容易发生了破裂，会导致鼻子出血的。四、意外的伤害，低龄儿童日常的活动量比较大，容易发生了跌倒、磕碰的情况。当鼻子受到外力的重击，可能会导致鼻腔黏膜、血管的受损，引发了出血等等。而且有的孩子顽皮，喜欢往鼻子里面塞一些豆子、小玩具之类的异物，也容易划伤我们的鼻膜。五、疾病或者是药物的因素，特殊的疾病、药物
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凝血功能，会导致鼻子的出血量，且会伴有发热、贫血等情况。如出现类似的情况，家长要引起重视，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就诊。治疗流鼻血的注意事项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们要保持冷静与正确的姿势，让自己或者是患者保持镇静的，避免因为紧张导致的血压升高而加重出血。身体微微的前倾，头部稍向前低，切勿仰头。仰头会使鼻血倒流至咽喉，可能会引发了腔合、咽下血液导致的呕吐，而向前倾也会让鼻血顺利的流出体外，减少血液在鼻腔内的呼吸道，避免刺激的鼻腔。在鼻中出血期间，要尽量的避免用力挖鼻、挖鼻的行为，这些动作会进一步的损伤鼻腔黏膜，导致了出血加重，再次的出血。即使鼻出血停止，短期内应该注意保护鼻腔，防止鼻腔膜再次的受损，注意保持鼻腔的清洁，可使生理盐水轻轻的冲洗鼻腔，去除鼻腔内的污垢还有一些脏东西。清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力度，不能太用力了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流鼻血吗？不要再甩锅给上火了。小的时候流鼻血，家长总会说肯定是辣条吃多了，或者是辣椒吃多了，再或者是饮料喝多了。实际上，鼻血出的原因有很多，不只是上火这么简单，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幕后黑手。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鼻黏膜太脆弱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鼻腔里面布满了薄细血管，尤其是溢出血区、利特尔区，这个听起来名字比较牛，其实就是鼻中隔前方的那块儿。这片的区域血管比较焦，轻轻的一碰就破，所以比较干燥。挖鼻孔的时候、打喷嚏的时候用力比较大，都可能让它血管爆。如果是空气也干燥，鼻腔里的黏膜水分流失，血管也脆，轻轻的一碰就破。尤其是冬天天气都开暖气，天气冷，夏天吹空调，鼻内的环境要比小沙漠稍微的特别的干，一碰就破。除了环境因素，高血压也是鼻血的幕后推手。当血压飙升，血管可能会承受不住压力，直接破掉，这也是很多中老年人突然流鼻血的原因。当然，问题也可能出在血液的本身的血液病、凝血功能的异常，比如白血病、血小板减少的情况，都会影响凝血功能，让鼻血停住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不光鼻子爱出血，连牙龈也会出血的，皮肤上还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，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。如果长期的鼻炎、鼻息肉、鼻中隔偏一些东西，可能也会让鼻子变得脆弱，动不动就会淌鼻血。如果经常打喷嚏的，甚至有的时候闻东西不灵敏的，那要注意了。还有一种情况，用药不当，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或者是法尔林抗凝血药，也可能会让血液不容易凝固，导致了鼻血频繁的造访。如果你正在吃这些药，最好问一下医生到底能不能吃。经常流鼻血的话，要不要去医院呢？如果偶尔流一次鼻血，大多数的情况下问题不大。如果是鼻血频繁的流血，甚至有一点赖着不走，那一定要警惕起来。如果出大量的血，大半天止不住，可能是血管破裂，不及时的处理，也可能会导致失血过多，甚至休克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鼻血总是同一个鼻孔出，而且血里面带有血块、脓液，甚至伴有鼻塞、头痛，可能是鼻腔肿瘤的早期信号，必须赶紧去医院查一查。如果除了流鼻血，还总是头晕的、乏力的、面色苍白的，皮肤上有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，
一定不能掉以轻心，这可能是贫血、血液病的一种情况，要及时的就医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鼻子出血的一些情况，如果家里面的孩子爱出血的，一定不要放松警惕，要到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我们比较放心的。好了，今天的精彩小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